谁能想到，一个在春秋时代毫无存在感，甚至险些被齐国抹杀的透明弱国，竟在短短数十年后，让战国双雄之一的齐国险些从地图上消失。公元前284年，这场实力悬殊的死斗，演变成了战国史上最经典的连环反杀。从苏秦跨越16年的顶级伪装，到名将秦开在北境开疆拓土2000里，再到乐毅五国伐齐的致命一击，这不仅是燕国的复仇血路，更是战国格局崩塌的开始。燕国是周文王长子昭公氏的封地，是妥妥的西周老牌诸侯国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这个根正苗红的国家，在整个春秋时期几乎没什么存在感。唯一让我们熟知的，就得数齐桓公出兵帮他击退三戎了。那时候，两国可谓交情深厚，堪称诸侯邻里间的典范。可到了战国时期，这对老邻居因领土之争，动辄兵戎相见，成了不死不休的冤家。公元前321年，燕国迎来一位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君主燕王哙。他见相国子之才干出众，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效仿上古禅让，将王位主动让给子之。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太子平。公元前314年，太子平联合将军氏被发动叛乱，燕国陷入内乱，朝堂分裂，战火纷飞。远在齐国的齐宣王闵瑞嗅到可乘之机，当即派将军匡章率军伐燕。齐军借着燕国内乱，人心涣散的势头长驱直入，仅用50天就攻破燕国都城蓟城。燕王哙和子之双双死于乱军之中。可齐国的趁火打劫很快引起赵、韩、秦、楚等国警惕，在各国联合施压下，齐军不得不撤出燕国。经此一事，燕国与齐国彻底结下梁子，两国从此势同水火。后来，赵国出面拥立在韩做人质的公子职回国继位，被称为燕昭王。燕昭王继位后，重用乐毅主持国政，整顿吏治，积蓄实力。原本积贫积弱的燕国渐渐走上强盛之路。恰逢此时，北境的东胡部落频繁侵扰，成了燕国的后顾之忧。公元前300年前后，燕昭王命大将秦开率军北击东胡，以肃清边患。秦开率领燕军自西向东，从归水河流域起兵，挥师密云，横扫雨水、鲍秋水流域，一路斩关夺隘，势如破竹，东胡部落节节败退。燕军乘胜追击1000余里，直抵经西辽河上游，彻底平定北境。不久，秦开再率部东渡辽水，征伐箕子朝鲜，拓地2000余里，将辽宁全境及朝鲜半岛部分区域纳入燕国版图。随后，秦开效仿赵国修筑长城，建成西起赵阳，东抵襄平，绵延2000余里的燕国北长城，还在新拓疆土上设上谷、渔阳等5郡，疆域跃居各国前列。此时的中原、齐、秦等国刚刚在垂沙之战中大胜，秦国趁机将兵锋转向韩、魏两国，接连夺取多座城邑。齐闵王不愿坐视秦国独大，垄断中原利益，一心想借合纵之力削弱强秦。恰巧此时，受秦昭襄王猜忌的田文仓皇逃回齐国。在他的积极推动下，齐、韩、魏3国于公元前298年结成同盟，挥师西进，进攻秦国。联军一路势如破竹，竟一举攻破了秦国易守难攻的天险函谷关，兵锋直逼严氏。秦国被迫割地求和，此战暂时遏制了秦国东扩的势头。第2次合纵攻秦的大胜，让田文名声大振，使齐闵王心生忌惮。后来，齐闵王借田甲劫王事件，刻意嫁祸田文，田文走投无路，被迫出走魏国，并出任魏相。齐魏两国由此反目成仇。秦国闵瑞捕捉到这一裂痕，趁机与齐国重新交好，为再次东侵中原铺平了道路。公元前294年，秦国找准时机出兵攻打韩国，攻克新城。当时的局势非常微妙，韩国疆域被秦国不断蚕食，国力衰弱，只能依附魏国自保。魏国虽已不复当年霸主之威，但仍是中原大国，仍有一战之力。两国都清楚，单独对抗秦国无异于以卵击石，于是决定抱团求生，组成联军，共同反攻秦国东出的咽喉要地伊阙。伊阙地势险要，两山对峙，伊水中流，是韩国都城新郑、魏国都城大梁的西北门户。一旦失守，中原将彻底向秦国敞开。韩魏联军总兵力达到24万，以魏国大将公孙喜为主帅，韩国将领鲍渊协同，兵力雄厚。而秦国这边刚刚启用了一位日后威震天下的将领白起，他临危受命，率领的秦军兵力不足联军一半，看似处于绝对劣势。
白起登高观察战局，发现了韩魏联军的致命弱点。虽然联军兵力占优，但内部貌合神离，各存私心。韩国兵力弱，希望魏军先出战；魏国想保存实力，又指望韩军打头阵。两军互相观望，互不配合，看似强大，实则一盘散沙。抓住这一破绽，白起采用避实击虚、各个击破的计策。他先以少量兵力牵制迷惑正面的韩军，让韩军误以为秦军主攻方向在此，不敢轻举妄动。随后亲率秦军主力绕到联军侧后，对魏军大营发动突然袭击。魏军毫无防备，面对秦军的突然袭击，很快溃败。主将公孙喜当场被俘。解决魏军后，秦军前后夹击韩军。韩军见魏军落败，斗志全无，很快也全线崩溃。此战秦军大获全胜，一举歼灭了韩魏两国的精锐主力，两国被迫献地求和。接连的胜利让秦昭襄王的野心愈发膨胀，他不再满足于称王，索性自称西帝，还派人尊齐闵王为东帝，企图拉拢齐国共分天下。各国见状惊恐不已，极力破坏秦的连横同盟，而这些国家中就包括燕国。燕昭王派苏秦出使齐国，苏秦的核心任务便是离间齐与秦、赵的关系，为进攻齐国铺路。他一边怂恿齐闵王攻打宋国，以此消耗齐国国力，一边游说齐闵王放弃帝号，牵头合纵攻秦，刻意拆解秦齐同盟，一步步将齐国推向孤立。这时候的齐国，经过齐威王、齐宣王的苦心经营，国力越来越强。到了齐闵王时期，与秦国一东一西，势均力敌。急于扩张势力的齐闵王，在苏秦的怂恿下，把目光投向了地处中原腹地的宋国。宋国虽然是个中等国家，但地理位置关键，还坐拥陶邑这样的天下名都，谁都想咬一口。可齐闵王不管不顾，经过3年苦战，到公元前286年，终于攻灭宋国，天下为之震动。这一下彻底捅了马蜂窝。灭宋这件事直接触动了所有诸侯国的核心利益，秦国地位受到威胁，韩、赵、魏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。这时候，燕国的复仇机会终于来了。秦、赵、韩、魏、燕5国组成联军，一场针对齐国的大战逐渐酝酿成熟。5国联军组建后，推举乐毅为上将军，统一指挥全军，总兵力约20万，而齐国的总兵力只有15万，还因为年年灭宋征战，士气低落。再加上齐闵王刚愎自用，这就为齐国的战败埋下了伏笔。公元前284年，5国联军在齐国西部的灵丘集结，然后迅速向齐国腹地推进。齐闵王急忙派大将处子率领10万主力，在济水西岸迎战联军。处子知道齐军士气低，数量占劣势，主张坚守济水防线，消耗联军的锐气，等联军疲惫再反击。可齐闵王急于求胜，不仅严令处子主动进攻，还以处子的家人威胁他。处子彻底心寒。等战斗打响时，处子直接鸣金收兵，听到撤退信号，联军趁势猛攻，齐军很快溃散，处子弃军逃走，从此杳无音信。齐军主力覆灭后，5国联军就开始各怀鬼胎了。韩国国力最弱，本来就是为了自保，见齐军已败，没必要再耗着，直接率军回国。魏国最关心的是夺取被齐国占领的宋国土地，于是率军南下，攻占了宋国大部分疆域。秦国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夺取最富庶的陶邑。派蒙骜率军直奔陶邑，把这块肥肉占为己有。赵国则趁机攻占了和自己相邻的齐国冀西地区，扩大了自己的东部疆域。而乐毅则率领燕军主力一路直奔齐都临淄，齐闵王则带着亲信逃到了莒城，向楚国求援。楚国表面上答应救齐，派大将闹齿率军赶到莒城，实际上是想趁乱夺取齐国的淮北之地。毕竟淮北本来是楚国的地盘，齐国灭宋后占了过来。闹齿到了莒城后，直接杀了齐闵王，夺走了淮北之地，楚国也成了这场大战的额外受益者。乐毅攻占临淄后，连破齐国70余城，偌大的齐国只剩莒和即墨2座孤城坚守。即墨大夫战死后，田单被军民推举为城守，率领众人顽强抵抗，与燕军僵持5年之久。乐毅久攻不下，只得改用包围战术困守即墨，战局陷入焦灼。就在这胜负难料的关键时刻，燕昭王突然暴毙，燕惠王继位。这位新君主早就与乐毅不和，田单抓住机会，立刻实施了反间计。他派人散布谣言，称乐毅故意缓攻即墨，实则想在齐国自立为王。燕惠王本就猜忌乐毅，一听这话，当即下令派齐杰取代乐毅，召他火速回国。
乐毅深知回国必遭迫害，无奈之下转身投奔了赵国。乐毅一走，田丹立刻筹备反攻，一场惊天奇迹即将上演。他收集了1000多头牛，在牛角绑上利刃，牛尾系上浸满油脂的芦苇。深夜时分，田丹点燃芦苇，驱赶火牛直冲燕军大营。燕军从睡梦中惊醒，见火光冲天，火牛狂奔而来，顿时惊慌失措，乱作一团。田丹率领5000精锐紧随其后，趁乱猛攻，燕军大败，主将齐杰当场被杀。田丹乘胜追击，沿途齐国百姓纷纷响应，逐一收复被燕军占领的城池，最终迎立齐襄王复位，成功光复齐国。虽说齐国得以存续，但经此一役，元气大伤，彻底丧失了与秦国抗衡的资本，战国格局也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。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楚国，楚怀王被秦国扣押，客死他乡后，秦楚两国结下不共戴天之仇，关系彻底破裂。伊阙之战后，秦昭襄王更是气焰嚣张，写信给楚顷襄王，语气强硬地挑衅道：楚国背叛秦国，秦国将率领诸侯联军讨伐楚国，一决雌雄。楚顷襄王畏惧秦国威势，被迫再次与秦讲和，但父亲被骗致死的仇恨始终在楚顷襄王心中难以释怀。表面臣服秦国的同时，他暗中派人与各国联络，密谋再次合纵抗秦。秦国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，决定先发制人，一场针对楚国的毁灭性打击燕郢之战即将爆发。公元前279年，白起亲率数万秦军大举伐楚。他率军沿汉江东下，一路势如破竹，迅速攻克楚国战略要地邓城，兵锋直指楚国别都鄢城。鄢城距楚都郢城极近，是拱卫郢都的最后一道生死屏障。楚人集结全国精锐，重兵死守，是要与城池共存亡。秦军猛攻多日，仍难破城，于是白起下令开凿渠道，引沂水灌城，滔天江水倒灌入城，城中军民死伤惨重。鄢城陷落之后，郢都再无屏障，秦军顺势挥师南下，一举攻破楚都郢城。楚顷襄王惊慌失措，只得仓皇向东北溃逃，被迫将都城迁到城地。秦国趁机扩大战果，彻底占领楚国的黔中郡和乌郡，将楚国西部大片领土纳入版图。此战中，此前被派往西南开拓疆土的楚国大将庄跷，因秦军截断归路，于是率部在云南滇池一带自立为王，建立滇国。鄢郢一战，楚国核心领土大片沦陷，宗庙被焚，楚国更加衰弱了。